快点把钱交出来，不然今天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哼，一群地痞，战士殿怎么出了这帮混蛋？哎，别管了，这边先放放。城西那边有过更肥的，解决他们，我们这几个月的收入就不用愁了。还真敢不交，新来的不？几只蚂蚱也敢不交治安费？哼，找死！找死！战士殿就是这样干活的。等等，我可不想在战士殿辖区里传出6大殿内斗的谣言。先等团长回来。也不知道浩辰是否顺利。前面就是战士殿了，得赶紧处理完光明女神咏叹调的事，回去再与彩儿他们会合。老张，你们治安队这个月怎么回事？新巡城的暗踪都落得高过我了。哎，别提了，自从光明女神咏叹调消失，军心愈加涣散，百姓也怨声载道，整个星巡城都跟丢了魂儿一样，办事的效率越来越低。而且星巡城还有流言说，光明剑神已经抛弃我们，收回神剑就是证明。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，这种传言还能存在？对光明剑神的信仰沦落至此了吗？报，邱店主，有人想求见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没见我们在开会吗？可，徐副店主，他是有猎魔统御令。小小年纪，怎么可能有猎魔统御令？你是何人？为何闯入议事厅？帅级64号猎魔团团长龙浩辰，携光明女神咏叹调求见店主。光明女神咏叹调，这把剑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你从哪里寻得他的，孩子？谢谢你将剑归还，我代表整个战士殿感谢你。抱歉，邱店主，我不是来还剑的，我来战士殿是为了获得允许我使用这把剑。混账！战士殿岂容你放肆！来人，给我拿下他！是。慢着，且听他说什么。小伙子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是如何得到这把剑的？是因为叶未央小姐。龙团长，这把剑其实是我偷偷带出来的。什么？偷？嘘。这把剑虽然是我玄祖叶无伤所有，归属在战士殿供奉，但他一直以自我封印的形式在战士殿沉寂着。我一直想让他能再度出鞘，所以才偷偷带了出来。不过他毕竟是供奉在战士殿，也是战士殿的信仰，所以麻烦你下次路过战士殿，帮我一个忙。原来如此，孩子，我明白，刚刚获得的宝剑，谁又愿意拱手相让？但这把剑不同，它可是整个战士殿的信仰啊！对我们而言，这个世界上除了叶帅，没有人有资格使用它。你是骑士，不了解我们战士殿的过往，所以这事儿不怪你，怪只怪未央丫头擅自将它拿出来拍卖。但这场闹剧总得好好收个尾，对吗？邱店主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场闹剧，未央小姐只是不愿看到神剑蒙尘罢了。蒙尘？这把剑的主人已经逝世，伴随主人长眠成为不朽的神话才是他的归宿，而不是任人随意使用。可晚辈认为，只有一直创造奇迹，神剑才会不朽，否则它便只是一件尘封在过去的死物罢了。死物？你竟敢说神剑是死物？龙浩辰，我战士殿的信仰，岂容你随意践踏？晚辈没有冒犯的意思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：神剑应该杀敌斩魔，重现光明，而我会做到这一点。那就证明给我看。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自己是当年的叶帅吗？一会儿就让他丢脸丢到家。
那是叶帅曾经留下的剑意，已近100年不洗。若你能在这上面重现他的剑意，就证明你有资格使用神剑，否则就乖乖把剑交出来。小子，我劝你知难而退，这可是世间最坚固的天外陨石。对呀，还要模仿叶帅的剑意。当年叶帅的嫡系部下，哪怕是9阶，都无一人能模仿出来。店主真高明，这小子输定了。希望店主说到做到。6阶，哪怕你能使用这把神剑，哪怕你借用周围所有光元素蓄力一击，你也绝无可能劈开天外陨石。这是共鸣，天外陨石竟然与神剑共鸣。6阶，怎么能将神剑发挥出这么大的威力？不，是因为这小子的体质，他现在仿佛就是光明本身。难道之前真是我误判了？他真的能用这把剑创造一个奇迹？拍卖会只有1件拍品，并且这件拍品不会进行金钱拍卖。哪位贵宾能够让他认主，就能带走他。啊，不要钱就能带走，这么白菜啊？恰恰相反，这说明他无法用金钱衡量，认主的条件应该很难。它是一把传奇之剑，第1任主人用此剑开拓出了光，为整座大陆带来了光明。第2任主人用此剑剑斩7位魔神，最终也对魔神皇造成了伤势。他剑指深渊之刃，他痛饮魔族之血，他天生属于光明之刃。他是200年前光明剑神叶无伤所用之剑，是战士殿的神话之剑。而他，也是1000年前光明女神的剑。名曰光明女神咏叹调。是他，那柄光明神剑，也就是光明女神留给我的礼物吗？可惜的是，在光明剑神陨落后，这把剑选择了自行封印，已无法再度出鞘。所以，只要哪位贵宾能够让此剑出鞘，便是此剑的命定之主。现在，请所有想要仪式的贵宾上台。据说，这把剑刚自行封印时，很多人都想要为它解封，但就连当年的神印骑士也无法将它拔出。别人也许不行，但我们团长一定可以。他可是被光明女神眷顾的人，光明女神的剑见了他，那不得赶紧飞过来？这8阶战士也太拼了吧！这是要把拍卖场震塌呀！给我松开！你们团长也来了。请让我试试吧。好浓郁的光明气息！神剑居然有反应了，他甚至都没有握住他。他才几阶啊？看起来年纪这么小，怎么做到让神剑共鸣的？多谢，我会好好珍惜这把剑。此剑还有一道封印，
待时机成熟，它自会解封。到时候你会看到这把剑真正的威能。龙浩辰，光明会指引你的前路，但真正的神之光明，却只会在暗之深处绽放。去往暗之深处，这是我的未来。另外，在你身上还有更高位的神明留下的印记。他身后是光明女神，她竟能借用神的力量。女神显灵了，神剑认主啊！这么多强者都拔不出来，她是怎么做到的？神族，您的神剑终于重见光明了。恭喜，试炼通过。哇，团长，你这把剑太牛了吧！我们卡了这么久的关，你一剑就把他们全干翻了。这把剑虽然是光明女神所赠，但它也是战士殿的神话之剑。等有机会得去一趟战士殿，征得他们的允许，才好在战场上使用它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们就在永恒之塔闭关。等我们把灵力都提升到6000点以上，就去猎魔塔升帅级接任务。这一关是第1层的最后一关，通过后，我们就能去第2层了。怎么突然关上了？浩辰，没用的，第1次选主试炼只能由主人1个人完成。少年，欢迎来到第1层的选主试炼。神呢？平时不是早就出来了吗？要击败的对手与那座石碑有关。辉煌年代曾出现过12位能人隐士，他们不问世事，不落凡尘，但却从没有人敢忽视他们，因为这12人一旦出鞘，必使大陆生灵涂炭，所以就连他们的名字都成了当时的禁忌。唯独伊莱克斯大人能令他们臣服。最终，这12位隐士再无踪迹，而伊莱克斯大人身边从此却多了12名亡灵亲卫。伊莱克斯大人带着他们向辉煌教廷宣战，颠覆了整个辉煌年代。不过主人这次要面对的是圣位11和圣位12，他们俩可是曾经被称为王之先锋的恐怖存在。啥？跟这些几千年前毁了整个大陆的人打？没搞错吧？圣位12在圣位里最擅长用刀，他从小就伴火而生，淬炼了一身金刚不坏之体，很难有人打不动他。他对于力量的掌控力好强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有主人的传承？他既有永恒旋律，那肯定是主人指定的继承人了。而圣位11对冰雪的操控能力极强，别看他平时只会雕花，只要他想，所有液体都能成为他的武器。你不配做我们的主人。前辈，12，你陪他玩玩，睡了几千年，也该活动活动了。玩玩就玩玩，只要你能接住我一招，我就臣服于你。还请前辈赐教。我蓄力一击，竟然对他毫无作用。快！在我失去耐心之前，跟你玩玩，有什么招式？快拿出来！力量、速度，就凭此想到我的我倒觉得是个不错的苗子。寰宇刃斩！
这招他也会。修罗掌，真是弱爆！那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修罗掌。挑战失败，快站起来！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？浩辰，别担心，我没事。